东欧人种的十字路口与超模的摇篮。大家好，欢迎光临深邃视野，我是劳伦斯。今天咱们要聊一下我们一直没有深入触碰的欧洲区域——东欧。一提到东欧，你可能会想到什么呢？金发碧眼的超模，战斗民族的彪悍，还是那些统治国际象棋界的特级大师？没错，东欧确实出产了太多世界级的人才。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偏偏是东欧？这片土地到底有什么魔力？今天我们就从人种、基因、历史、体育、智力、军事多个角度，把东欧的底子翻个底朝天。内容很长，但保证每1分钟都有干货。咱们开始，先来搞清楚东欧住着哪些人。东欧这片区域，北起波罗的海，南到巴尔干半岛，东边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它正好处在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历史上无数民族在这里迁徙、打仗、通婚，最终形成了一个超级大熔炉。东欧人口最多的族群当然是斯拉夫人，总人口接近3个亿。但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东、西、南3大支系。东斯拉夫人主要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他们是东欧平原的老住户，信仰东正教，用西里尔字母。长相上，皮肤白皙，身材较高。因为历史上跟亚洲游牧民族比如蒙古人有过接触，面部线条相对柔和，发色多是浅棕色，眼睛蓝色或灰色。西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他们受天主教影响，用拉丁字母，长期跟日耳曼人混在一起，所以金发比例更高。南斯拉夫人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等，他们住在巴尔干半岛，信仰五花八门，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有。长相上混了地中海人种的特征，肤色和发色比东西斯拉夫人更深。除了斯拉夫人，东欧还有几个很特别的非斯拉夫民族。匈牙利人，也就是马扎尔人，祖先来自乌拉尔山脉，语言属于芬兰乌戈尔语系，经过1000多年的混血，现在长相已经跟中欧、东欧人差不多，以浅色特征为主。罗马尼亚人自称是古罗马军团跟当地达契亚人的后代，语言属于罗曼语族，多数人肤色偏橄榄色，头发深棕或黑色，眼睛深色，是东正教世界里的拉丁文化孤岛。波罗的人包括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比例的蓝眼睛人群，大约80%到90%，金发比例也极高，特征非常鲜明。阿尔巴尼亚人被认为是古代伊利里亚人的后代，语言独立，发色和颜色都很深，面部线条硬朗，是欧洲范围内深色特征最突出的族群之一。从更专业的人种学角度，东欧还有东欧人种、巴尔干人种、北欧人种、阿尔卑斯人种等亚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接下来我们聊聊基因。东欧人那种既有西方立体轮廓，又带着东方柔和神韵的长相，不是凭空来的。几千年来，来自亚洲的基因一波又一波地流入了东欧。早在蒙古帝国崛起之前，将近1000年，另一支来自东方的力量——匈奴，就已经深刻地改写了东欧的命运。公元89年，北匈奴在中国北方草原被东汉打垮之后开始西迁，经过大约300年的辗转，到了公元4世纪，他们以匈人的身份突然出现在欧洲东部。在传奇领袖阿提拉的带领下，匈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吓得欧洲人管它叫上帝之鞭。最新的基因研究证实，匈人的精英阶层确实带有明显的东亚遗传标记，跟古代匈奴贵族有血缘关系。不过匈人不是单纯的匈奴后裔，他们在西迁路上不断吸收沿途的民族，早就成了一个高度混合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匈人的西迁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欧洲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迁徙。日耳曼部落和斯拉夫部落被迫向西、向南逃跑，涌进罗马帝国境内，最后跟匈人一起把西罗马帝国给灭了。这种剧烈的人口重组，为斯拉夫人后来的大规模扩张铺平了道路，也在东欧的基因库里留下了来自东亚的碎片。匈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很快就消失在历史中，但他们引发的浪潮永久性地改变了欧洲的民族格局。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的大规模西征又一次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基因图谱。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蒙古帝国的扩张确实在各地基因库里留下了清晰印记。从巴基斯坦到土耳其，有7个分布在广阔地域上的人群都显示了与蒙古人基因混合的证据。正是这种历史性的基因交流，让东欧部分地区的人在保持欧洲人基本特征的同时，也融入了部分东方血统。在欧洲内部，
芬兰乌戈尔语系的人群，包括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堪称东欧与亚洲基因融合最典型的代表。研究发现，他们的祖先大约在4500年前生活在西伯利亚东北部，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雅库特地区，后来沿着北方森林一路向西迁移到欧洲。自然杂志的研究确认，乌拉尔语系人群的遗传特征首先出现在雅库特地区约4500年前的遗骸中，这个遗传信号一直延续到今天。芬兰人中约 97% 的 Y 染色体单倍群属于 NEC 分支，这和汉族人中的 N 型 Y 染色体同宗同源，说明他们在数千年前曾经共享过同一个祖先。芬兰人甚至被描述为从汉族祖先中分化形成，基因相似度高达 97%。 所以当你看到东欧人中那些面容柔和、兼具东西方神韵的面孔时，不要惊讶，那是几千年来基因流动与融合的自然馈赠。好，讲完人种和基因，我们来看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为什么世界顶级的超模那么多来自东欧？数据很硬，在全球超模数据库里，东欧女性占比高达 43%， 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口基数。其中俄罗斯模特占 36%， 乌克兰 22%， 白俄罗斯 8%。 东欧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时尚造血中心。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基因与外貌的客观优势。斯拉夫人普遍拥有高颅顶、窄面型、高颧骨和立体骨相，这些特征在镜头下特别上相，非常符合时尚界对光影和线条的高级审美。东欧女性中头身比达到1:8，5以上的比例占种群的 67%。 历史上匈奴、蒙古西征带来的基因融合，让东欧面孔既有西方的高鼻深目，又带着东方的柔和神韵，这种独特的混血美感辨识度极高。高纬度地区还塑造了白皙细腻的皮肤，在摄影灯光下格外通透。再加上北欧和东欧地区平均身高较高，比如北欧女性平均172厘米，为模特行业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文化和社会背景也起了很大作用。在东欧文化里，注重仪表、精心打扮是从小培养的习惯，这种氛围促使女性更注重自我管理，也更愿意进入模特行业。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经历了经济转型的阵痛，对很多女性来说，模特行业是一条通向高收入和广阔世界的捷径。一些东欧国家存在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在婚恋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这反过来强化了她们对外在形象的追求。东欧模特常常展现一种高冷感和坚韧感，时尚评论认为，这可能跟他们民族经历过的历史变迁有关，那种融合了优雅与故事感的特质很难被复制。当然，行业本身也很成熟，东欧各国拥有完善的模特经纪公司和培训学校，能系统性的发掘人才并推向国际舞台，加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东欧模特更容易被全球品牌和观众看到。聊完模特，我们再来看看东欧的体育。如果要在世界地图上画出一个体育强国带，东欧绝对是其中最亮眼的一块。苏联时期，东欧就确立了体育超级大国的地位。从1952年苏联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在苏联参加的9届夏季奥运会中，有6次获得奖牌总数第1名；在9届冬季奥运会中，有7次获得奖牌总数第1名。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以55金31银46铜的成绩独占鳌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这一传统。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俄罗斯队26金21银16铜，团体第2。2000年悉尼奥运会，32金28银28铜，金牌总数第3。俄罗斯体育几乎覆盖所有项目，田径、体操、举重、球类、冰雪运动、摔跤、射击、击剑都有一批世界级明星。具体到优势项目，体操历来是苏联和俄罗斯的强项。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独联体体操队在竞技和艺术体操项目中共拿下10枚金牌。苏联和俄罗斯涌现了几十位世界级体操运动员，比如安德里亚诺夫，他参加过3届奥运会，共拿下7枚金牌；还有阿尔杰莫夫在1988年汉城拿下4金1银。冰球同样厉害，苏联国家队1954年到1991年间赢得了超过20次世界锦标赛冠军。传奇门将特列基亚克是第一位入选冰球名人堂的苏联球员。东欧在篮球领域的优势也很显著，塞尔维亚男篮长期世界顶尖，出了迪瓦茨、斯托贾科维奇、约基奇等一代代优秀球员。塞尔维亚篮协副主席解释原因时提到2个关键词：基因、传统。他说，我们是世界上平均身高最高的地方之一，
很多优秀的大个子球员来自这里。在塞尔维亚，你能找到很多能跑、能跳、聪明、会打篮球的球员。塞尔维亚注册篮球运动员有2万人，成年队和青年队加起来约400支。篮球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项目，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足球领域同样如此，东欧球员以身体素质强悍著称。有评论员观察保加利亚队时，惊讶地发现，这些球员上肢肌肉非常结实，嗓门洪亮，跟意大利、西班牙、巴西那些高矮胖瘦齐聚一堂的国家队相比，简直像远古时代威猛的草原军团。捷克队的身体优势同样明显，荷兰是世界上平均身高前3的国家，但捷克球员却让荷兰人无法抵挡田径比赛一般的冲锋。当被问及东欧球员为何普遍爆发力强时，捷克球员扬库洛夫斯基回答，几乎所有东欧球员都有相同的成长故事，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明白没有爆发就没有出路。米兰实验室的研究指出，舍甫琴科的身体素质完全是在严寒气候中练就出来的。内德维德、舍甫琴科连续捧得金球奖，充分展示了东欧足球的力量。从人种学看，欧罗巴人种身高马大的体态在田径、球类、游泳和力量项目中有天然优势，而东欧存在的欧罗巴与蒙古人种混血人口为举重、摔跤等绝对力量型项目提供了保证。东欧人口中190厘米以上的高个子比例较高，出现兼具体型和爆发力的人才的概率自然更高。如果说东欧在体育上靠的是体格，那在智力领域，尤其是国际象棋，靠的就是天赋加严谨的教育体系了。俄罗斯在国际象棋领域拥有无可匹敌的地位，国际象棋甚至被称为俄罗斯的国旗。从1927年亚历山大·阿廖辛成为世界冠军，到2007年弗拉基米尔·克拉姆尼克失冕，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苏联或俄罗斯棋手几乎包揽了世界冠军头衔，只有5年例外。这种统治力在世界体育史上极其罕见。米哈耶尔·伯特温尼克是这一霸业的奠基人。他12岁学棋，16岁获大师称号，1948年成为苏联第1位世界冠军。他的棋风注重布局原则与控制局面，精于残局，被誉为科学训练之父。退役后，他开办棋校，培养出了卡尔波夫、卡斯帕罗夫等一代代棋王。在伯特温尼克之后，苏联棋手延续了绝对的统治。斯梅斯洛夫是第7位世界冠军，塔尔在1960年以激进华丽的进攻风格夺冠，斯帕斯基1969年夺冠，卡尔波夫1975年成为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1985年22岁时击败卡尔波夫夺冠，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棋手之一。卡斯帕罗夫后来还曾担任挪威天才棋手卡尔森的教练，帮他坐上了世界棋王宝座。匈牙利在中欧也是一颗璀璨的智力明珠。波尔加3姐妹是国际象棋史上最著名的传奇。父亲拉斯洛·波尔加是心理学家，他认为天才是训练出来的，决定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3姐妹从未上过1天学，却个个成了特级大师。小妹朱迪特·波尔加最厉害，13岁时她已是14岁以下组世界排名第1 ，15岁在匈牙利男子全国冠军赛中夺冠，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男子特级大师。他霸占女子世界排名第1长达26年，最高世界排名第8，是前100名中唯一的女棋手。她曾在1993年2次击败当时的棋王卡尔波夫，2002年快棋击败卡斯帕罗夫。大姐苏珊·波尔加在1996年女子世界冠军对抗赛中战胜中国棋手谢军，成为第8位女子世界冠军。二姐索菲亚9岁就夺得14岁组男子世界冠军。此外，匈牙利还贡献了世界冠军拉斯克，以及冯·诺依曼、计算机之父尤金·维格纳、诺贝尔物理学奖等科学巨匠。东欧在智力领域的卓越成就跟多重因素有关。首先，复杂的人种混合历史带来了基因多样性，而基因多样性被认为是高智商概率更高的原因之一。其次，苏联时期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精英选拔机制，数学、物理、国际象棋等基础学科被高度重视。伯特温尼克最早将科学方法应用于棋手培训，苏联棋手每天进行8-9个小时的开局和残局研究。国际象棋奥林匹克竞赛曾是苏联宣扬国威的舞台，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发现和培养天才少年。正是这种把国际象棋视为民族文化骄傲的态度，让东欧在智力竞技领域长期领先。说到战斗，东欧人可不是只在棋盘上厉害。在东欧的军事史上，哥萨克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们不是单一民族，而是一群生活在东欧大草原上的游牧民系，
主要由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斯拉夫人组成，也混有少数鞑靼人、高加索人等。哥萨克骑兵被誉为俄罗斯真正的战斗族群，战场上手握战刀，骑着战马冲锋，在枪林弹雨中如闲庭信步。哥萨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一些斯拉夫人为逃避蒙古统治，流落到顿河流域、第聂伯河下游和伏尔加河流域，形成了自由社群，采取军民合一的自治组织。沙俄时期，沙皇通过收买哥萨克上层来控制他们，哥萨克骑兵成为沙俄的重要武力。俄国向西伯利亚扩张主要依靠他们。说到东欧的战斗力，苏联红军在二战中的表现更是标志性的。1941年，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数百万大军突袭苏联，一度兵临莫斯科城下。但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成功包围并歼灭了德国第6集团军，这场战役成为二战的根本转折点。此后，苏联红军一路西进，1945年4月攻克柏林。东斯拉夫人的坚韧与顽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从拿破仑到希特勒，东欧平原成了征服者的坟墓。这种战斗民族精神深植于东欧的历史与文化土壤。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宏观的规律：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士兵的体能、耐力、力量以及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而人种的身体条件在这些维度上呈现明显的地理分布规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就是北方民族屡屡征服南方民族。高纬度地区的人群在漫长进化中发展出了一系列适应寒冷环境的身体特征。根据伯格曼法则，寒冷地区的个体体型更大，所以北欧、东欧及西伯利亚人群的平均身高和体重普遍高于低纬度地区。更大的体量意味着更强的近战冲击力和负重能力，这在冷兵器肉搏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寒冷气候下的狩猎采集和农耕需要更高能量消耗，长期自然选择使得北方人群的肌肉密度和块肌纤维比例较高，维京人、斯拉夫人、蒙古人都以身体强壮著称。北方民族在严寒中作战的能力是南方军队难以企及的。俄罗斯的东将军曾多次击败入侵者，拿破仑的大军在1812年俄国的寒冬中冻死冻伤数万人，希特勒的装甲部队也在1941年莫斯科郊外因严寒而瘫痪。高纬度地区日照不足，但北方人群进化出了更高的维生素 D 吸收效率和骨密度，骨折风险更低，伤口愈合更快。世界军事史上，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一次又一次地击败南方文明，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欧亚大陆上，从公元前2世纪匈奴压迫汉朝，到4至5世纪日耳曼人灭亡西罗马帝国，再到9至10世纪维京人肆虐欧洲，13世纪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的帝国，16世纪俄罗斯人向东征服西伯利亚，几乎每一次大规模征服浪潮都是由北向南或由北向东推进。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南下入主中原，从五胡乱华到元清两朝，北方征服者统治南方的时间长达数百年。印度次大陆上，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蒙古人后裔莫卧儿帝国都是从北方进入印度。欧洲内部，罗马帝国被北方日耳曼蛮族灭亡，不列颠被来自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东欧平原被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建立基辅罗斯。具体到冷兵器战斗，北方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优势非常直接，一个身高180、体重80公斤的北方士兵与身高165、体重55公斤的南方士兵正面交锋时，力量、臂展、冲击力上都占压倒性优势。重装步兵和骑兵冲锋时，体重的差异直接转化为动能。北方士兵能穿更重的铠甲，携带更长的武器，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板甲重达30至40公斤，而南方士兵往往只能配轻甲。持久战中，负重能力更强的部队能保持更高战斗力。北方民族的耐力使他们能长距离奔袭，蒙古骑兵每日行军可达100公里，靠的是强健体魄和适应极端气候的能力。而南方军队往往受限于炎热气候和较高的代谢消耗，体型高大的士兵在视觉上形成压迫感，对士气影响显著。罗马军团首次遭遇日耳曼人时，就被他们的高大身材和凶猛战吼所震慑。当然，北方征服南方不是铁律，南方文明往往有更发达的经济、技术和组织能力，可以抵消身体劣势。比如汉朝击败匈奴，靠的是强大的骑兵弓弩技术和后勤体系；拜占庭帝国凭借希腊火和坚固城墙，多次抵御北方蛮族。阿拉伯帝国从南方阿拉伯半岛向北扩张，征服了波斯和东罗马的大片领土。另外，火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战争规则。
16世纪后，枪炮消弭了体能差距，南方军队也能有效抵抗北方入侵。但从上古到中世纪，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北方民族的身体条件确实构成了他们军事优势的重要基础。东欧恰好处于北方征服者与南方被征服者的交界地带，东斯拉夫人既是北方征服者，他们向东征服了西伯利亚的众多原住民，也曾被更北方的蒙古人征服，而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则多次被来自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这种北强南弱的梯度，正是人种身体条件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东欧在智力领域的成就远不止国际象棋，数学和科学方面同样贡献了无数天才。俄罗斯数学传统源远流长，格里戈里·佩雷尔曼是最传奇的代表。他证明了困扰数学界100年的庞加莱猜想，克雷数学研究所悬赏的7大千禧年难题之一。佩雷尔曼16岁代表苏联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以满分42分夺冠，是所有优胜者中年龄最小的，还被任命为团队队长。他的解题方式简洁的惊人，其他学生用好几张纸反复计算，他只用了3行就完成了证明。波兰同样贡献了杰出数学天才，斯特凡·巴拿赫被称为文盲仆人的儿子，没有文凭的天才，如今是普通数学中被引用次数第2多的名字，仅次于欧几里得。斯坦尼斯瓦夫·乌拉姆参与提出了氢弹的泰勒·乌拉姆设计方案。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在逻辑学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利沃夫数学学派在战前的咖啡馆中诞生，成果记录在一本厚笔记本《苏格兰之书》中，包含193个方程，有些至今未解决。匈牙利还有冯·诺依曼，计算机之父，以及尤金·维格纳，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诺贝尔奖方面，截至2023年，共有13名具有苏联或俄罗斯国籍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1904年，伊万·巴甫洛夫因消化生理学研究获奖，巴甫洛夫的狗实验家喻户晓。1908年，伊利亚·梅奇尼科夫因免疫研究获奖，他是进化胚胎学的奠基人之一，创造了老年学一词。物理学领域，切伦科夫、塔姆和弗兰克因发现切伦科夫效应共同获得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列夫·朗道因凝聚态物质研究获得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23年，俄罗斯科学家阿列克谢·叶基莫夫因量子点发现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早在1981年就在苏联时期首次获得了量子点，如今用于制造现代显示器和医学。此外，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虽在法国成名，但她的波兰血统和东欧科学传统无疑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东欧在智力领域的卓越成就离不开扎实的教育体系。苏联时期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精英选拔和培养机制，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受到高度重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曾是苏联宣扬国威的舞台，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发现和培养天才少年。俄罗斯的数学精英教育传统，圣彼得堡第239中学等专门学校，各类数学竞赛和特训体系共同构成了东欧智力成就的制度基础。正如塞尔维亚篮协副主席所说，体育的成功离不开基因、传统和教育体系的综合作用，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数学和科学。现在我们把前面的线索串起来，看看东欧美貌背后的逻辑链。东欧主体民族斯拉夫人拥有符合时尚工业标准的骨相和身材比例，波罗的人、芬兰、乌戈尔人等分支贡献了极高的浅色特征比例，增加了人群多样性。历史上，匈奴、蒙古、鞑靼等东方游牧民族的接触，让东欧面孔在立体的西方轮廓中融入了柔和的神韵。这种东西方结合的独特美感辨识度极高。对仪表的高度重视，强烈的经济改善愿望，竞争性的社会环境共同推动女性投身模特行业。完善的培训体系和国际化的经济网络，把基因与文化的潜力转化为实际的职业成就。当然，东欧不是超模的唯一来源。全球时尚产业是一幅多元画卷，拉丁美洲以巴西为代表，健康的小麦色皮肤，热辣的气质；非洲黑珍珠们拥有逆天的身材比例和强大的表现力；澳洲以娃娃脸超模闻名，气质甜美精致；东亚的韩国和日本通过精细化的外表管理，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东欧凭借独特的人种构成、历史基因和文化土壤，持续稳定地产出大量符合高级时尚审美的面孔，赢得了超模摇篮的美誉。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东欧这片横跨欧亚的古老土地，既是斯拉夫、波罗的、芬兰、乌戈尔等多个血缘族群的栖息地，
也是现代时尚产业不可或缺的人才基地，更是体育强国、战斗民族和智力高地的代名词。从人种学看，东欧的多元混合造就了丰富的外貌类型和身体特征；从历史文化看，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催生了强悍的战斗传统；从教育体系看，扎实的基础学科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科学精英；从军事史看，北方人种的身体条件在冷兵器时代为征服南方提供了天然优势。这些维度交织在一起，回答了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问题：为什么世界闻名的漂亮模特、顶尖运动员、战斗勇士和科学天才都如此密集地出现在东欧？因为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基因馈赠，又有推动潜力走向极致的深厚土壤。好了，这期超长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从基因、历史到体育、智力的全方位深度解析，记得关注、点赞、投币、收藏。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文明和和平努力。我们下期再见。